吉布提共和国位于红海与亚丁湾交界处。由于吉布提附近的曼德海峡集中了全世界14%的贸易运输量，吉布提因此素有“非洲新加坡”之称。人类在吉布提居住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至新石器时代。这片古老领土首次被提及的时间是公元前25世纪。古埃及人认为，在包括现今吉布提在内的非洲之角地区，存在着一个被称为彭特之地的王国，其含义是上帝的土地。在埃及第5王朝的法老萨胡拉统治时期，彭特人与古埃及关系密切。大约公元前1500年，吉布提地区的气候发生了剧烈变化。作为全球自然环境最恶劣的国家之一，吉布提虽然是沿海国家，但90%的国土被沙漠或高山覆盖。吉布提仅在沿海地区分布着一些小平原，可耕地面积仅有1万公顷。吉布提因终年酷热、降雨稀少，获得了炙热海滨之国的称号，但由于吉布提扼守曼德海峡，因而吉布提成为兵家必争之地。公元7世纪，在与东非一水之隔的西亚地带，形成了由先知穆罕默德建立的阿拉伯帝国。相传在8世纪后，阿拉伯人控制了红海沿岸的贸易。此时，在曼德海峡的非洲一侧生活着伊萨人和阿法尔人，前者是索马里人的重要分支，后者则是从古埃塞高原迁徙而来的。阿拉伯人与2大族群的通婚，奠定了吉布提地区的民族构成。13世纪，阿拉伯帝国衰落后，一支来自阿拉伯半岛的穆斯林后裔在索马里地区建立了伊法特苏丹国。此时，伊斯兰教并不是这片土地上唯一的信仰，在毗邻伊法特苏丹国的非洲高原，还有着以基督教为国教的所罗门王朝。宗教上的矛盾与领土的争夺，让2国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冲突。在葡萄牙的军事支持下，所罗门王朝灭亡了伊法特苏丹国。此后，索马里人在奥斯曼帝国的帮助下建立了阿达尔苏丹国。在西方殖民者入侵之前，吉布提本是索马里的一部分。当时，索马里地区由豪萨、塔朱拉和奥伯克3个苏丹王进行统治。在英国对埃及展开殖民活动后，法国于1850年代在吉布提建立了补给点。苏伊士运河开通后，法国和当地的3个小王国交流，想购买一些港口的使用权。1883年至1887年间，法国与索马里和阿法尔苏丹签署了多项条约，这使得法国能够扩大在该地区的管辖范围。其后，法国将占领地区改名为法属索马里兰，这一名称一直延续到1967年。法国占据吉布提之际，意大利入侵了埃塞俄比亚。虽然在孟利尼克2世的带领下，埃塞俄比亚成为非洲唯一未被完全殖民的国家，但因实力的悬殊，埃塞俄比亚还是被迫将沿海地区割让给意大利。在失去厄立特里亚后，埃塞俄比亚将目光投向了吉布提。一心想要在非洲扩大影响力的法国对此十分热衷，因为一旦帮助埃塞俄比亚解决了出海口的问题，就等于控制了该国的经济命脉。于是，在1896年，法国将法属索马里兰行政首都从奥伯克迁至吉布提市。1年后，法国主持修建了从埃塞俄比亚首都到吉布提港的铁路。这不仅在当时极大促进了双方在贸易上的发展，也为吉布提日后成为国际性港口提供了契机。1930年代中期，意大利入侵并占领埃塞俄比亚后，法属索马里兰的法军与意属东非爆发了小规模边境冲突。法国被德国占领后，该殖民地由亲轴心国维希政府统治，而意大利则占领了法属索马里兰的近1/3地区。在2战中，隶属轴心国阵营的意大利被盟军打出了北非，厄立特里亚与意属索马里被暂时转交给英国管理。前者经联合国决议回归了母国埃塞俄比亚，成为联邦自治体，而后者则与英属索马里进行了合并。在非洲国家的独立浪潮中，索马里人以泛索马里主义为旗帜，建立起各种政治团体。为了维持对吉布提的统治，1946年，法国宪法规定法属索马里为法国海外领地，由法国委任的总督直接统治。1957年，吉布提取得半自治地位，1年后，吉布提就独立问题举行全民公投。有报道称，法国在公投前驱逐了数千名索马里族居民。索马里族强烈支持按照政府委员会副主席马哈茂德·哈比的提议建立一个统一的索马里。
2年后，哈比在一次飞机失事中神秘死亡。1960年，作为对抗议活动的回应，戴高乐下令再次举行公投。在1967年举行的第二次公投中，索马里居民普遍投票支持独立，而阿法尔人大多选择继续与法国保持联系。在此次公投中，根据官方数据，只有1/5的索马里人被允许投票。法国当局以没有有效身份证为借口，将约1万名索马里人驱逐出境。索马里代表还指控法国同时从邻国埃塞俄比亚引进了数千名阿法尔人，以进一步使局势对他们有利。投票结果公布后，引发了内乱，造成多人死亡。在第二次全民投票举行后不久，法属索马里兰更名为法国领土阿法尔和伊萨斯，这是对阿法尔选区的认可。直到1977年，全球殖民地基本全部独立，法国才在当年的5月8日举行了第3次独立公投，最终98.8%的选民支持脱离法国。1977年6月27日，吉布提共和国正式成立，成为非洲最后一块独立的前法国殖民地。主体为索马里人的伊萨族，自国家独立后就处于政治高位，并在泛索马里主义思想影响下，不断排挤北方的阿法尔族。就在邻邦索马里发生政变之时，吉布提爆发了阿法尔族武装起义。吉布提内战期间，给国家经济带来了毁灭性影响。直到2001年，内战各方才在法国斡旋下签署了和平协议。由于吉布提国内以荒漠居多，只有1%的土地可以耕种，所以吉布提内战结束后就将目光转向了资源出口。在吉布提，最大的矿产资源是盐矿，根据估算，吉布提盐矿总储量约为20亿吨。由于工业底子薄弱，加上土地狭小，盐矿和农牧业在该国 GDP 占比中不到20%。吉布提最主要的外汇来源是港口服务业。许多非洲内陆国家都将吉布提港作为主要的出海口使用。自厄立特里亚独立后，埃塞俄比亚每年有超过75%的对外贸易需要通过吉布提进行。此外，无论通过苏伊士运河与红海进入印度洋，还是通过亚丁湾与曼德海峡前往地中海，都绕不开吉布提海域，所以吉布提也被称作石油通道上的哨兵。自索马里内乱以来，亚丁湾一带成为海盗泛滥区。据世界海事局统计，在亚丁湾，各国每年由于海盗产生的损失高达数千万美元。出于打击索马里海盗、维护海上生命线安全的需要，联合国呼吁各国派出远洋军事船只在亚丁湾海域进行护航。吉布提虽然面积不大，但吉布提的临海港口却拥有13个深水泊位，非常适合大吨位军舰停泊。2002年，美国通过谈判获得了法国在吉布提的一块基地。同年，德国联邦国防军为在阿富汗开展军事行动，也在吉布提建立了一个海军后勤基地。据统计，现在的吉布提已有来自超过10个国家的2万余外国驻军。相比之下，吉布提本国自有军队仅5000余人。吉布提政府每年靠收租获得的直接收入就高达1.78亿美元。此外，外国驻军还带动了港口服务业的发展，各国竞相为吉布提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时至今日，吉布提虽然以农业立国，但粮食却不能自给，每年需要接受约1.3万吨粮食援助，才能勉强维持生存。生存环境的恶劣，资源的匮乏，导致吉布提在发展经济方面先天不足。虽然该国近年来着力发展经济，但距离中等收入国家的标准还相距甚远。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吉布提2018年的人均 GDP 仅有2050美元，是世界最不发达国家之一。经济的糟糕状态导致吉布提民生维艰，截至目前，吉布提贫困率达 17.1%。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公布的2018年度人文发展指数，吉布提在189个国家中排名第171位，属于低人类发展水平。近年来，吉布提政府积极调整经济政策，使得经济状况略有好转。但是，由于吉布提市场狭小，对外依赖性大，加之科技水平落后，要想彻底摆脱贫穷，还有相当漫长一段路要走。